说起哈尔滨，大家一定想到他们在冬天的冰雪大世界。由于我对冰雕并没有多大热爱，所以我特地选择夏天去。夏天的哈尔滨有什么特别呢？首先，最重要的是可以在这里避暑。怎么说？马来西亚的天气每天都这么热，尤其是6月间，在哈尔滨的夏天，平均温度也在24度以下，感觉很不错哦。好吧，这里剪辑了一些夏季哈尔滨可以去的地方，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，伏尔加庄园。老实说，除了几座仿造建筑挺像样之外，其他的就是一些儿童游戏呀、度假酒店啦、俄罗斯歌舞表演以及自助餐就没了。于是呢，我就必须麻醉自己，幻想自己来到了俄罗斯的草原，看看牛羊吃草，看看如诗如画的古堡。虽然这里的一切都是仿造的，但大部分都是以1:1的方式建造出来的哦。因此呢，如果愿意花点时间读一读建筑的历史，留意一下建筑物的细节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庄园内一座最受瞩目的就是这一个圣尼古拉教堂，是不错的景点。第二，中央大街。中央大街就是一条充满了各种商店的步行街，这条步行街历史悠久。哈尔滨是一个较新的城市，以前是一个渔村，后来俄罗斯为了方便运输材料而要求建铁路，于是俄罗斯高官、工人等等便在哈尔滨建起了行政楼啊，商人呢就陆续开设了商店、餐厅等。这条街始于1898年，原名为中国大街。在夏季的时候，这里会有各种各样的节目，这里也有嘉年华、游行。俄罗斯人呢会穿着传统服装，也穿着各种奇装异服来游行，十分热闹。午餐时间或晚餐时间可以到塔道斯来用餐。塔道斯是哈尔滨最早的俄式西餐，传承100年历史，著名的高加索风味餐厅。20世纪初，塔道斯就来到哈尔滨，在此开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餐厅。来到这里可以点一碗红菜汤，吃一份俄式灌焖鸡，或来一份牛排，在这老餐厅里体会一下俄式风情。如果6月的话，还会有音乐节、啤酒节等，那时就更热闹了。周末的时候会碰上俄罗斯乐队，你可以坐在街边，沉醉在那悠扬的俄罗斯音乐里。第三，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旧址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旧址位于哈尔滨平房区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细菌战研究实验基地。当时日军逮捕了许多本地的年轻人当俘虏，进去监狱里的人都会一一被抓去进行残酷的人体实验。
但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，731部队为了掩盖其罪行，炸毁了大部分的设施，尚存旧址30余处。在这里，你必须有心理准备去看许多文字说明，因为展现的物品大多数是日军进行实验时所用的器具。虽然这些冰冷的实验器材、残旧的实验报告等看起来非常的普通，但是背后的目的却是多么的阴险。根据真实的实验报告，毒气实验进行的时候是利用一对母子和一只白鸽，它们被关在一个密室里，然后释放毒气，而科学家则在外头观察，眼睁睁地看着母子窒息而死。而冻伤实验则是将犯人绑在木桩，然后用水淋在犯人的手，由于天气寒冷，水一下子结冰，这样便能使到手受冻伤。当细菌培养成功后，日军将细菌撒进河里，包括鼠疫、霍乱等。当时毫无预警的中国人接触了河水后都患病，中国人被各种疾病侵袭，各处疫情爆发，一时陷入恐慌。二战之时，日本已经签署了禁止进行活体实验及生化武器的研究，但是731部队却背道而行，在中国进行这些残酷的实验。于是在日本投降的时候，恶名昭彰的731部队为了逃过被制裁而毁灭证据。可是即使后来挖出那么多证据，但美国又突然庇护部队的首领等等，后来是说他们是以研究结果和美国交换条件。如果你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话，那就不妨来到这里参观。好了，这一期就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